1363年夏天，当时中原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上，两支庞大的舰队正在对峙。北岸是朱元璋的20万水军，船小人少，装备简陋；南岸是陈友谅的65万大军，巨舰林立。这天蔽日，3倍有余的兵力差距，5倍以上的船体差距。陈友谅的旗舰混江龙高12丈，甲板上可以并排跑6匹马，3层楼高的船舷让朱元璋的小船连攀爬都够不到。这场战役的胜负将决定此后400年的天下走势。如果陈友谅赢了，天下可能变成一个由残暴军阀割据的局面；如果朱元璋赢了，大明王朝的基石就此奠定。但开战之前，没有人看好朱元璋，他手下的将领们私下议论，陈友谅的船比我们的城墙还高，怎么打？甚至有人建议投降。朱元璋没有退路，他的地盘夹在陈友谅和另一个军阀张士诚之间，如果退，就是万丈深渊。要理解这场战役，我们必须先回到10年前的元末乱世。元朝末年，黄河决口，瘟疫肆虐，官府横征暴敛，百姓一子20。公元1351年，白莲教首领韩山童、刘福通在黄河工地发动起义，头裹红巾，史称红巾军。一时间，天下大乱，各地豪杰纷纷起兵。在亳州，今天的安徽凤阳，一个16岁的少年眼睁睁看着父母、大哥在半个月内相继饿死。他叫朱重八，后来改名朱元璋。家里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，他用破衣服裹住亲人的尸体，草草埋葬。为了活命，他去了黄觉寺当和尚。说是和尚，其实就是打杂、扫地、敲木鱼。没多久，寺里也断粮了，他被打发出去化缘，也就是讨饭。3年的流浪生涯，他走遍了淮西，见惯了人间疾苦，也磨练出了超乎常人的隐忍和观察力。回到寺庙后，他收到童年伙伴汤和的信，邀请他加入起义军。朱元璋犹豫了很久，最终决定造反。他投奔了亳州的郭子兴，因为作战勇敢、粗通文墨、为人谨慎，很快被郭子兴赏识，还把杨允马氏嫁给了他。从此，朱元璋有了自己的班底，徐达、常遇春、冯胜、李善长，这些后来明朝的开国功臣，都是在这期间聚拢到他身边的。朱元璋的崛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，他从来不主动树敌，别人打他，他防守；别人内讧，他趁机扩张。他用刘伯温的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9字方针，闷声发大财。到1360年，他已经控制了今天的江苏、安徽、江西部分地区，成为了长江中下游的一支重要力量。而他的对手陈友谅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。陈友谅出生在湖北沔阳的余家，读过几年书，当过县吏的小吏。他加入的是南方最大的红巾军徐寿辉的天完势力。陈友谅野心勃勃，心狠手辣。他先杀了自己的上司倪文俊，吞并了他的部队。接着，他设伏杀了天完势力的2号人物赵普胜。最后，他把斧头藏在衣袖里，在采石城的五桐庙召见徐寿辉。徐寿辉一进门，陈友谅就命令亲兵用铁锤砸碎了他的脑袋，然后他跪在地上假惺惺地哭了一场，自己登基称帝，国号大汉。这种弑主夺位的行为在乱世并不罕见，但陈友谅的问题是他太嗜杀了。他每攻下一座城，动不动就屠城，攻下太平屠，攻下采石屠，攻打南昌屠。老百姓怕他像怕鬼，读书人也不愿意投靠他。他的地盘虽然大，从湖北到湖南到江西，几乎占了半个南方，但他的根基极其脆弱。他只靠暴力维持秩序，一旦战败，整个大厦就会瞬间崩塌。朱元璋和陈友谅第一次交手是在1360年，陈友谅率大军顺江而下，直扑朱元璋的首都应天，今天的南京。朱元璋采纳刘伯温的计策，在龙湾设伏，用火攻击败了陈友谅。那一仗，陈友谅损失了几十艘船，狼狈逃回武昌，但他没有伤到根本。回去之后，他发誓要复仇，命令工匠造更大的船，组建更庞大的舰队。2年后，他带着65万大军和数百艘巨舰再次东下。这一次，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朱元璋的军事重镇洪都，也就是今天的南昌。
洪都位于鄱阳湖和赣江的交汇处，是江西的咽喉。朱元璋在这里安排了侄子朱文正守卫。朱文正当时不到30岁，最大的特长是贪玩、好色、不务正业。朱元璋派他来洪都，本来只是让他历练历练，但谁也没想到，这个纨绔子弟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惊人的军事才能。朱文正手下的兵只有2万人。陈友谅的斥候报告说，洪都守军不超过2万。陈友谅哈哈大笑，我60万大军，每人撒泡尿也能把洪都淹了。他下令全军围城，准备3天内拿下。然而第1天攻城失败了，第2天也失败了。1个星期、1个月、2个月，陈友谅在洪都城下整整耗了85天。这85天里，陈友谅用尽了一切攻城手段，云梯、撞车、挖地道、火攻、决水灌城。朱文正见招拆招，城墙被撞车撞塌了，他带着清兵用身体堵住缺口，连夜修补。陈友谅在地道里放火，想烧塌城墙，朱文正在城内挖井灌水浇灭。最惨烈的时候，洪都的城墙上有30多处豁口，守军1天之内战死3000多人，朱文正自己都提刀上城肉搏。陈友谅每次以为要破城了，冲进去又被赶出来。为什么陈友谅60万大军攻不下一个2万人守卫的城？原因有3。第一，洪都的地形。洪都城3面环水，只有1面陆地可以攻城。陈友谅的65万人马挤在这一面，根本无法展开。一次最多投入几千人攻城，兵力优势发挥不出来。第二，朱文正的指挥。他不是一个一个地守城，而是把2万人分成4个防区，每个防区之间预留预备队，哪个防区吃紧，预备队马上补上。他本人亲自巡城，哪里出现危机就冲向哪里。士兵们看到主将都在城墙上，士气大振。第三，陈友谅的傲慢。他自是兵多船多，认为洪都唾手可得，甚至没有认真侦察过城墙的弱点。他每天在旗舰上喝酒，等着捷报传来。他手下的将领为了邀功，谎报战况，让陈友谅以为明天就能破城，就这么一天一天拖了下去。85天足够朱元璋从应天集结全部兵力，然后西上救援。7月初，朱元璋亲率20万水军，浩浩荡荡进入鄱阳湖。陈友谅听到消息，终于放下洪都，掉头迎战朱元璋。他知道朱元璋才是真正的目标，拿下朱元璋，洪都自然投降。2支当时最强大的水军在鄱阳湖相遇了。鄱阳湖南北长170公里，东西宽20公里，是当时中原最大的淡水湖。7月的湖面上，陈友谅的舰队一字排开，巨舰如乌云遮日。他的旗舰混江龙12丈高，4层甲板，船身包裹铁皮，船舱里可以养马。每一艘巨舰之间用铁索相连，防止被冲散，形成一个巨大的水上堡垒。朱元璋的小船队远远望去，就像一群蚂蚁面对一头大象。战斗在第2天清晨打响。陈友谅的命令很简单，撞沉他们。巨舰借着顺风全速前进，船头装上铁撞角，直接朝朱元璋的小船碾压过去。火攻不是新鲜招数，三国时周瑜在赤壁用过，前几年朱元璋在龙湾也用过。但火攻需要2个条件，风向对，且敌船连在一起。巧合的是，陈友谅的巨舰用铁索相连，无法快速脱钩。不幸的是，当时是7月，鄱阳湖上刮的是西南风。朱元璋在湖的东南岸，陈友谅在西北。西南风意味着火会从陈友谅那边吹向朱元璋。如果放火，烧的是自己。朱元璋说等。第2天，西南风没变。第3天没有。第4天还是没有。这几天里，小规模的战斗不断。朱元璋派小船骚扰陈友谅的舰队，发现一个细节，巨舰虽然高大，但转向极慢，而且铁索连在一起后，所有船只能一起缓慢移动。如果风向突然逆转，陈友谅的舰队就是一座漂浮的火药桶。7月初10的下午，天边起了乌云。刘伯温爬到桅杆上看云，他在下面站了很久，盯着云层的走向。突然，他滑下来，激动地对朱元璋说：“主公，今夜有大风，风向会变。”
朱元璋立刻下令准备火船，他挑选了7艘装满芦苇、火药、硫磺、桐油的小船，船头绑上铁钩，船尾系上铁锚。每艘火船上配一个敢死队员，他们的任务是点火、跳湖、游回来。没有人犹豫，因为朱元璋承诺活着回来的赏银1000两，封官3代，死了的家属终身免税。入夜，湖面上起了风，起初是微风，后来越吹越大，风向真的变了，从西南转向东北。大火借助风势直扑陈友谅的舰队，敢死队员点燃船上的易燃物，然后纵身跳入冰冷的湖水。7艘火船像7条火龙冲向陈友谅的巨舰，铁钩勾住船舷，火焰迅速攀爬上船帆，巨舰连在一起，逃都没法逃。一艘烧起来，烧到旁边的，旁边的再烧到更旁边的，不到1个时辰，整个湖面变成了一片火海。陈友谅在旗舰上看着大火，几乎崩溃。他的弟弟陈友定、大将陈普略当场被烧死，上百艘巨舰沉入湖底，数万士兵烧死或溺亡。他下令砍断铁索，各自逃命，但铁索太粗，火又太猛，很多船还没砍开就已经被烧毁。朱元璋趁势全线出击，小船灵活，从火场的缝隙中钻过去，跳到敌船上肉搏。陈友谅的士兵被火烧得丢盔弃甲，纷纷投降。这一夜，陈友谅损失了1半以上的兵力。他退守到鄱阳湖中的一个小岛斜山，试图重整旗鼓。陈友谅退到斜山后，朱元璋没有急于进攻，他派兵堵住了鄱阳湖和长江的连接口湖口，切断了陈友谅的退路和补给线。陈友谅被困在湖中，粮草逐渐耗尽。8月下旬，陈友谅决定孤注一掷，强行突围。他命令所有剩余的船只集中在一起，再次用铁索连接。这个决定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，因为连接虽然可以让各船互相支援，但也给朱元璋的火攻提供了完美的目标。朱元璋准备了更多的火船。突围那天，风向再次对朱元璋有利，火船冲入敌阵，陈友谅的舰队再次陷入火海。混乱中，一支箭从朱元璋的船阵中射出，有人说是常遇春射的，有人说是无名小卒。这支箭穿透了陈友谅其舰船舱的窗户，正中陈友谅的眼睛。陈友谅当场毙命，他的太子陈理在武昌被俘，大汉势力灭亡，65万大军瞬间崩溃，一半战死，一半投降。朱元璋战后感叹：友谅之败，非我之能，天也。陈友谅输不是因为朱元璋多厉害，而是天意。这句话有谦虚的成分，但也有实话。如果不是洪都守了85天，如果不是风向突然逆转，如果不是那支箭恰好射中陈友谅，历史可能完全不同。鄱阳湖之战的意义，怎么估计都不过分。第一，它确立了朱元璋在南方的霸主地位。此前南方有3股主要势力：朱元璋、陈友谅、张士诚。陈友谅最强，地盘最大；张士诚最富，粮草最足。朱元璋夹在中间，干掉陈友谅后，张士诚独木难支。2年后，苏州被攻破，张士诚自杀。第二，他验证了火器在水战中的威力。朱元璋的船上装备了大量火铳、火炮、火箭，虽然射程不远，但在近距离杀伤力惊人。后来郑和下西洋的宝船上，火器成了标配。可以说，鄱阳湖之战推动了水军从冷兵器向火器的转型。第三，他塑造了朱元璋的性格。这场仗他赢得极险，差一点他就是第2个陈友谅。此后他变得更加谨慎多疑，晚年大杀功臣，或许也与这种差一点就输的后怕有关。他害怕自己一手打下的江山被别人用同样的方式夺走。最后留一个悬念，鄱阳湖湖底至今还沉睡着上百艘明朝之前的巨舰。有渔民说，风平浪静的夜晚还能看到湖底隐隐约约的巨影，那艘混江龙的残骸据说还在。陈友谅的失败是一个暴虐者被时代抛弃的故事，朱元璋的胜利是一个卑微者通过隐忍和智慧改写命运的故事。鄱阳湖的大火熄灭了600多年，但它照亮的方向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如果您喜欢这段历史，点个订阅。下一期我们聊聊朱元璋如何用3年时间
把张士诚的10万大军困死在苏州孤城。谢谢观看。